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新加坡最近又火了？这一次是我们地铁和巴士的新规正式登场。听起来简单又普通，但一个不小心，罚单可能直接飞过来，让你1秒陷入钱包大出血的噩梦。你知道吗？仅仅6个月就有160人因为这些新规中招，罚款从几百新币开始，一路飙升到最高的5000新币。没错，就是5000，你没听错。这些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别着急，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些你绝对不能随意忽视的新规定，特别是如何避免你成为下一个捐献者。第一章，新加坡为什么叫 Fun City？ 新加坡人一定对 Fun City 这个称号不陌生吧？但这个 Fun 可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很美好，它的真正寓意是随时随地可能被罚款。Fun 这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成了我们的标志性标签。其实话说回来，罚款一直是我们新加坡立足全球最干净城市的重要手段。不管是游客还是居民，大家都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动作和行为。毕竟在新加坡，稍微疏忽，罚单真的不讲情面。要说罚款的例子有多丰富，吐痰罚300新币，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吧？还有我们本地的国宝榴莲，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场合，在地铁车厢或公交车内，你哪怕偷偷带着一块榴莲小饼，也可能直接被罚200新币。说实话，这个数字瞬间让榴莲从美食变成记忆刺客啊！这些罚款不仅让游客心有畏惧，连我们本地居民也时不时中招，甚至网友还调侃新加坡是钱包被罚干净，环境更干净。这说法虽然夸张，但还真挺贴合实际。有个帖子特别火，一名居民因为随地吐痰被罚300新币。他说自己当时只是随便往排水沟里吐了一口，觉得没影响环境。结果转眼罚单就来了。讲真，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也有几年都可能会遇到？罚款真的无处不在。而地铁和巴士的新规，这次罚款力度更是直接升级，你想象不到的罚单真的大大在向你招手。第二章，地铁上的天价规定。地铁新规一出来，几乎让整个岛民都感觉经费紧张。大家本来就对地铁上的各种基本规矩很熟悉，比如禁止饮食、禁止乱丢垃圾这些老规矩，虽然严格，却已成了生活常识。但随着去年年底陆路交通管理局宣布新规，这一次很多大家不太在意的行为，一旦触碰，就可能会让你的月薪见底。比如大声喧哗。我们大家地铁里聊电话，跟朋友畅谈这些情况不少见吧？就连一些焦头烂额的上班族在电话里讨论工作，也算比较常规的场景。但新规特别提到，不管是通话还是闲聊，只要声音超标，罚单随时递过来。罚款金额是多少？500新币，谈了5分钟的电话，可能就谈掉了2顿豪华自助餐的全部预算。以后地铁能聊一句就一句吧，千万别聊到兴头，钱包受不了了。再一个就是占座的问题。曾经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为了稍微放轻松，可能把包放到旁边座位，或者感觉地板比座位舒适，结果不曾想，这些看似平常的小动作都在新法律下被列为违规行为，罚款同样是500新币，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说真的，很多人恐怕拿到罚单那一刻才会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这个本地经典错误。根据官方数据，地铁新规实施至今，每半年罚款记录翻了整整4倍。而在过去6个月里，光地铁违规行为就让路交局开出票超过160张罚单，涉及的都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你有没有发现，连静静坐地铁都可能是个技术活？第3章，巴士上的罚款细节，地铁很严，但巴士一点也不输阵。别以为巴士更随意，实际上一些特别小的行为都可能让你掉进罚款黑洞。不少人喜欢在巴士上喝杯水，甚至拿着一份早餐边吃边赶路，这也挺常见吧？错了，根据巴士新规，这些行为一律不能出现在车内。一杯没封盖的饮料，罚款500新币；早餐想吃松饼，同样是500新币，直接走人。这个时候饿了真的忍一忍，毕竟你的钱包确实无法忍啊。还有人喜欢翘腿，把脚踩在座位上，一些年轻人觉得这样方便。但罚款条例特别明确，脚不放地上，直接开罚单。很多人在巴士上收到这种罚款的时候，恐怕都觉得自己莫名其妙。但司机对这类违规行为确实零容忍。最后一个冷门但重要的规定，折叠自行车是多数人方便出行的好选择，但它的尺寸一定要符合120×70×40厘米的规范。否则等来的不是车辆，而可能是罚单。第4章，罚款无处不在，规避罚款指南。除了公共交通，新加坡还有一系列冷门但同样严苛的罚款条款。随手列举几项，你可能会发现处处是陷阱。随地吐痰，罚300新币；厕所不冲水，罚150新币；深夜吵闹，罚1000新币；衣物穿得太暴露，被邻居投诉，还可能需要交罚款。是不是有点魔幻？但不管你觉得多夸张，这就是新加坡的罚款规则。一个小动作分分钟变成昂贵的举动，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容忽视。既然罚单这么普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其实只要遵守以下这些小细节，罚款完全可以避免。一、保持安静，地铁和巴士上尽量避免交谈和喧哗。2、按规矩处理随身物品，不要乱占座位，行李尺寸一定符合要求。3、时刻关注公共环境要求，垃圾一定入桶，厕所记得冲水，甚至小小的动作也不能随意。虽然新加坡规矩多到令人抓狂，但这些规定也成就了我们城市的干净和安全。只要大家遵守，既能避免罚款，同时还能让我们的城市更整洁、更美好。还记得这些罚款规则吗？记不住就点赞收藏这个视频吧。不要忘了分享给朋友，特别是那些总说新加坡规矩太多的人，让他们提前打个预防针。记得订阅我们新加坡的所有热点和生活攻略，我们下期见。